今天這座深淵會從尚未進入它那一刻開始，就直接奪走你自由呼吸的權利。在這片看似平靜的綠色湖水下，不僅隱藏着已知世界上最深最死寂的水淹淡水洞穴，而且其湖水如同一道篩選生死的巨門，拒絕幾乎任何生命的進入。就這樣一片連一條魚都無法生存的水體下面所隱藏着的空間，人類始終都無法給出明確答案。赫拉尼采深淵，我們採用各種技術手段試圖摸清它的深淺，但直到今天洞底依然沒有出現。更詭異的是，在它上空就連飛鳥會選擇繞道而行，以若執意靠近洞口，點燃的火焰會熄滅，駐足的訪客會感到眩暈，甚至會突然失去意識。2022年，一具男性遺體被發現漂浮在深坑底部的湖面，警方與潛水員完成了打撈，而他的確切死因直至今天沒有公開。今天我們將進入捷克森林深處，試圖潛入赫拉尼采深淵，從地表下降69.5米，穿過那片封閉洞口的黑色湖水，嘗試進入一個潛水員無法抵達、機器人也未能觸底的水下世界。你準備好了嗎？請深呼吸。在歐洲捷克東部阿洛穆茨州，沿着胡爾卡國家级自然保護區的林間步道前行，穿過四周潮濕的落葉，直到延伸的樹林突然斷開，一道巨大的橢圓形裂口像被直接從地表彎曲一塊出現在腳下。這就是赫拉尼采深淵。它位於面積並不龐大的赫拉尼采喀斯特沿溶區，地表開口長約104米，寬34米。從坑源到下方那片綠色湖水落差69.5米。如果你想快人一步從這裡直接跳入水中，你將打破當前世界最高入水紀錄拉索沙勒於2015年在瑞士薩爾托瀑布完成的高懸崖跳水 58.8 米，同時這也是世界級男子高空跳水高度的 2.5 倍，並在4秒內以接近130公里的時速接觸水面，普通人也將直抵人生終點。所以仅是湖面以外这個深度就足以讓站在邊緣的人本能後退。不同於我們之前探訪過的高加索地區洞穴，赫拉尼采深淵擁有巨大深邃的大口，使人類很早就注意到了這裡。1580年，醫生克勞茲恩·布爾庫留下了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記錄。他寫到，過去在當地被判死刑的人會被投入其中。他還形容這座深坑看起來像某種地獄。1627年，捷克教育家楊阿莫斯·誇梅紐斯又將它繪入摩拉維亞地圖，使這道深坑成為當地最早被正式標記的喀斯特地貌之一。此後300多年，人們站在同一片坑源，始終無法看透這片安靜的湖面。而不為人所知的是，真正的赫拉尼采深淵正是從這裡開始。想抵達湖面，沒有通往水邊的普通步道，只有專業洞穴隊伍使用的固定繩和設備運輸系統。洞前人員、氣瓶、繩索、照明等儀器設備都必須沿潮濕岩壁一點點送到深坑底部。深坑四周裸露的岩壁並不是普通山石，它們來自3億6千萬到4億2千萬年前的泥盆紀古海。那時，這裡還不是捷克內陸，而是一片溫暖淺海。無數海洋生物的殼體以海與鈣質沉積，在漫長時間中被壓實交結，最終形成石灰岩。數億年後，這些古海留下的岩層重新暴露在森林之下，像一頁頁被撕開的地質檔案，記錄着赫拉尼采深淵真正的前世。苔蘚、裸露石灰岩和傾斜的崖面層層收攏，直到69.5米下方，一片暗綠色湖水攔在深坑底部。當地人稱它為 Jezerko， 意思是小湖。從上方看，它面積不大，水面平靜的幾乎沒有流動。多數第一次站在這裡的人都會自然地把它當成深坑底部的一灘積水。但詭異的是，在人們最初靠近湖面時，火焰會變得不穩定，攜帶的煤油燈可能在沒有風的地方突然熄滅。人剛剛站到水邊，最先感到的不是恐懼，是頭沉胸悶，呼吸變快。再停留久一點，視線會開始發暗，身體失去平衡。有人甚至會在看不見任何危險的空氣中突然倒下。這裡沒有刺鼻氣味，湖面也沒有翻滾冒泡，但越靠近它，越像靠近某種看不見的邊界。隨着人們遠離湖面，這種異常現象很快消失。在潛水裝備尚未出現的年代，人們只能在湖面旁短暫逗留，將綁着重物的繩索沉入湖中，試圖用最簡單的方式測出深度。1902年，人類對它的一次測量只得到湖面以下36米。當時倉促的側身繩可能落在傾斜岩壁突出的岩棚，或卡進並不垂直的裂隙。一直以來，它只能暫時給出一個數字，卻無法證明重物真正抵達洞底。人類真正以肉身突破這第一道屏障，已經是1961年。當時名叫科佩茨基的探索者下潛至湖面以下6米，6米在今天看來並不算深，
但是從那一刻開始，人類不再只是站在坑源俯視這片黑水，人類第一次把身體送進了它的內部。當時他就發現了這片湖水的異樣，這片深不見底的湖水竟沒有任何魚類、兩棲類等能看到的生命。1960年代，人類進一步嘗試下探，深度從水下12米推進到水下42米。隨着潛水員緩慢沉入水體，頭頂的綠色水面迅速縮小，陽光被水中懸浮物和岩壁逐層吞沒。不到幾十米，森林、天空和方向感便全部消失。其渾濁感并非因為潛水員攪動起的泥沙，湖水中本就充盈着稀礪鹽屑、礦物顆粒與岩壁脫落的碳酸鹽沉積物，只不過每一次腳蹼擺動都會把這些沉積重新捲起。此後的世界一片死寂與單調，沒有生命，極低的可見範圍，潛水員無法僅憑借肉眼繼續探測，只剩儀表以及一根導向繩幫助他們判斷在水體中的準確位置，以至於我們的影片都難以呈現太多有價值的實拍畫面。不過從此開始，人們很快意識到這裡的水並不普通。赫拉尼采深淵的水呈現出一種溫熱礦化酸水樣，水溫經常超過20度，且水體富含大量二氧化碳，尾生水二氧化碳含量達到驚人的3克以上。要知道，一瓶密封加壓的可樂每升也不過是含有約5至8克二氧化碳，而赫拉尼采深淵湖水作為溫熱開放水體，擁有如此高的二氧化碳濃度，十分不可思議。正因如此，官方調查至今沒有發現能夠適應這種水體的魚類和兩棲動物，也同樣解釋了靠近湖面時發生的詭異現象。二氧化碳從湖面溢出，且密度比空氣更大，容易滯留在水面上方以及封閉洞室的低洼位置，滯留在深坑底部和封閉洞室低處，在水面之上形成看不見的二氧化碳氣體湖。火焰因此會缺氧熄滅，而人長時間滯留在這樣的環境下，會頭暈、胸悶，甚至失去意識。那這片湖水的氣體來自哪裡？起初人們並不清楚，沒有人往裡面充氣，更沒有機器藏在水下，可它卻像一瓶永遠不會跑完氣的地下碳酸水。這片水體因此看起來近乎死寂，能容下神秘大型生物的概率也微乎其微。但沒過多久，就在水下岩壁上，有人發現另一種生命正在生長。1977年12月28日，潛水員弗拉尼奧·特拉維涅茨在水下約35米處第一次注意到一批從洞頂垂下的奇怪結構，它們乳白半透明、柔軟粘稠，外形像正在融化的钟乳石。弗拉尼奧·特拉維涅茨看到這些此前沒人記錄過的水下結構後說，它們的形狀和質感讓他最先聯想到兒童鼻涕，短的只有幾厘米，長的可以接近20厘米。最關鍵的是，這如同史萊姆的東西竟然是活的。研究者後來將其歸入粘液狀微生物鐘乳體，一種由微生物生物膜胞外聚合物與礦物沉澱共同組成的粘液狀構造。它們不需要陽光。研究員很快發現，從仍有微光的湖壁到永久黑暗的深部通道，都能發現它們的蹤跡。目前觀測記錄至少到達湖面以下66米。至今人們對它的研究尚少，只能推測它們可能利用水體中的溶解微量有機物、岩壁表面營養、礦物界面和微生物群落內部循環，維持緩慢生長。水下約49米前方的洞壁開始收攏，這裡被稱作 Subtice， 是一個水下瓶頸結構。原本開闊的水體被壓縮成不規則裂隙，潛水員必須控制身體和裝備，沿導向繩穿過石灰岩之間的狹窄入口。一次腳蹼擺動就可能捲起沉積物或泥沙，一件裝備擦過岩壁就可能讓視野瞬間歸零。而就在穿過這道瓶頸之後，潛水員頭頂出現的不再是繼續向下的岩壁，而是另一片水面與空氣。20世紀後半葉，隨着潛水員逐步突破水下瓶頸，一條原本藏在上部系統中的支洞被確認。穿過被水封閉的通道後，探索者意外進入了一處露出水面的乾燥空間，但它沒有通向地表。這座洞室隱藏在湖面以下近50米位置，四周幾乎被岩體與水下通道隔絕，內部存在潮濕岩地，裸露洞壁，成為一只被水封住的湖底石灰岩氣囊。它證明了赫拉尼采深淵並非一根單純向下的水井，湖面以下別有洞天。這個氣室後來被命名為乾燥園廳，但在這裡離開水體並不代表可以摘下面罩。我們已經知道赫拉尼采深淵中的礦化酸水會不斷釋放二氧化碳，也就是說，在乾燥園廳中這種相對密閉的環境將更加窒息。這裡的二氧化碳濃度更是達到空氣的近1半，而正常空氣裡二氧化碳只有約4%。8%至10%的二氧化碳對人已可致命。研究測的乾燥園廳二氧化碳體積分數可以達到40%，是普通空氣的約1000倍量級。
所以，當潛水員穿過幾十米黑水，終於再次看到空氣時，反而可能是洞穴設置的另一道致命陷阱。但反常的是，這裡卻又並非完全死寂。研究記錄，水下的乾燥圓廳內反而發現多種蝙蝠與菊頭蝠類棲息於此，其中包括歐洲常見的普通蝠翼，也包括翼展近半米的大舒爾蝠。密閉的空間，水中一片死寂，水面積聚着讓人窒息的二氧化碳，上方卻仍有蝙蝠倒掛在岩壁和洞底。這詭異的一幕令所有人費解。捷克科學院生物學研究機構專家經過長期監測，推測蝙蝠大概率是從附近難以被察覺的狹窄通道進入，而這個過程需要穿過約7米岩體。而且乾燥圓廳內的空氣並不總是均勻混合，比空氣更重的二氧化碳聚集在洞室下方，恰好蝙蝠不會貼着地面棲息，它們通常懸在洞底裂縫或更高的岩壁上，在那裡空氣可能仍然可以維持生命。所以乾燥圓廳不是一間被毒氣完全填滿的密室，它更像一座分層的陷阱，拒絕不屬於這裡的生命。離開乾燥圓廳，潛水員重新進入主井。水下50米之後，赫拉尼采深淵逐漸顯露出真正的形態。岩壁向兩側退開，頭燈照不到對面，也照不到下方。潛水員懸在一條近乎垂直的黑色水柱中，唯一能夠確認方向的仍然只有導向繩和深度儀。下降過程很快，幾分鐘內數字便可以從50米跳到100米。1974年，波哥達首次使用探針突破該洞水下100米深度，並將洞身延伸至水下175米。等到人類觸摸到100米深度，實際已是數年後的1981年。那一年，貝尼謝克與弗拉尼奧·特拉維涅茨下潛到湖面以下110米。從這裡開始，潛水不再只是承受恐懼，繼續向下。普通空氣在地面上可以維持生命，到了深水裡卻會變成問題。因為潛水員呼吸的氣體此刻必須被壓到和周圍水壓相同，但深度越大，同樣一口空氣裡的氮和氧對身體產生的壓力就越強。氮會開始麻醉神經，潛水員可能變得像在黑暗中喝醉，卻不一定意識到自己已經失控。氧氣也不再只是救命的氣體，所以進入100米以下，潛水員不能再簡單呼吸普通空氣，他們必須重新設計每一口呼吸。潛水員必須降低氮和氧的比例，用氦組成三混气，並依靠閉路循環呼吸器回收每一次呼出的气體。裝置會吸收二氧化碳，補入氧氣，再將氣體送回呼吸回路，這讓潛水員能夠在水下停留更久，延長作業時間。每一次吸氣都需要更大力量。如果工作負荷上升、緊張或呼吸回路無法及時清除二氧化碳，潛水員便可能出現喘息、頭痛、意識混亂，甚至在尚未察覺問題之前失去行動能力。而真正漫長的部分還沒有開始。下降過程中，惰性氣體會在高壓下不斷進入血液和身體組織。如果決定返回水面，潛水員也不能沿原路快速返回，只能在不同深度逐級停留，等待這些氣體緩慢排出。我們幾分鐘降至的深度，上升卻需要持續數小時。早期探索者正是在這種代價中一點點向下推進。貝尼謝克與弗拉尼奧·特拉維涅茨下潛到水下110米的深度記錄就這樣維持了12年。1993年，保威爾斯將人類下潛深度推進到湖面以下155米，相當於在水下穿越50層樓高度，水壓超過16個大氣壓。2年後，遙控潛水機器人將接過這條路線，繼續向下推進到205米。這次雖然將人類的視野帶到了全新的深度，卻依然沒有拍到洞底，畫面盡頭仍是繼續向下的黑暗。水下約170米的下方是赫拉尼采深淵形態的再次改變。原本開闊的垂直井筒逐漸收緊，潛水員開始進入被稱為 lift 的深部區域，我們暫且稱為井筒。頭燈不再照向無邊黑水，而是不斷撞上向自己逼近的岩壁。隨着進入21世紀，一個後來會徹底改寫赫拉尼采深淵探索史的人，第一次以洞潛方式進入這條深部路線。請記住他的名字，他是波蘭潛水員斯塔爾納夫斯基。2000年，他憑肉身下潛到湖面以下181米。但對斯塔爾納夫斯基來說，181米不是終點，它更像一次確認這條黑色水柱仍然可以向下，確認人類還能繼續逼近那道真正的深部門檻。自此，赫拉尼采深淵的人類下探深度又被鎖定了12年。2012年，斯塔爾納夫斯基再次回到赫拉尼采深淵，這一次，他和捷克波蘭洞穴潛水員穿過深部另一道門檻，進入湖面以下200米級區域。但是在湖面以下約204米處，一道被稱作 restriction 的狹窄的深部瓶頸橫在1號井筒與更深的2號井筒之間。
潛水員必須攜帶閉路循環呼吸器、氣瓶、導向繩和冗餘設備，從這道石灰岩喉部穿過。身體需要精確控制，裝備掛住岩壁，導向繩纏上木材，腳蹼捲起沉積物，任何一個小動作都可能把撤退路線變成陷阱。穿過深部瓶頸，他意識到2號井筒是右翼無法觸達的深淵開始。斯塔爾納夫斯基本人只能短暫下降到約223米至225米，並從這裡繼續放下一根探針。探針最終讀出373米，已經完全超過人類目前開放水域約332米水肺記錄。這意味着潛水員腳下仍有至少100多米無法直接觀察的水下空間。若繼續向下，路線將經過2號井筒，並進入被稱為 Mikado 的區域。這個名字意為挑木棍遊戲，因為從地表置入深淵的大多數枝條、木材與碎落物會被水流和重力帶到200米級1號井筒深處，橫在通道和導向線路周圍，只有一部分會穿越狹窄的深部瓶頸，進入到2號井筒下方這個位置，就像在篩選木棍。3年後，斯塔爾納夫斯基再次穿過這道門檻，他在約240米處發現新的深部通道馬賽克，隨後繼續下降，最終深度儀停在265米。這是赫拉尼采深淵目前得到可靠記錄支持的人類最深下潛。265米以下，人類無法繼續。但在停止下潛之前，斯塔爾納夫斯基已經將側身探針再次送進腳下的黑暗。2015年，探針從深潛區域繼續下降，最終讀出湖面以下384米，這比人類實潛記錄深出119米。而斯塔爾納夫斯基這次上浮花了5個多小時。遺憾的是，這個記錄深度，探針依舊看不見周圍的岩壁，他無法判斷自己穿過的是巨大井筒、狹窄裂隙，還是一條被沉積物部分填塞的通道，更無法判斷他真正到達的是否就是洞底。接下來想要看見那裡的空間，團隊需要一隻至少能夠承受數十個大氣壓，並將畫面送回湖面的眼睛。2016年9月，捷克洞穴學會波蘭水下機器人團隊與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支持的探測任務正式展開。但機器人無法獨自抵達深部，在他下水之前，熟悉赫拉尼采深淵的斯塔爾納夫斯基再次下水，先潛入約200米，重新鋪設機器人導向線路，並為機器人清出一條可以穩定穿過深部瓶頸與障礙區的路線。潛水員返回後，隊伍將遙控水下機器人運至湖面以下約60米釋放，機器人沿着預先布設的線路進入上部水下瓶頸下方，穿過井筒與挑木棍遊戲區域，繼續駛向從未被鏡頭照亮的深處。他沒有駕駛艙，也不需要呼吸，但他仍被一條與人類相連的臍帶纜牢牢拴住。電力控制指令和即時畫面都通過這根纜線傳回操作員。隨着機器人不斷下降，纜線要依次繞過岩角峽口和水下障礙，距離越長，摩擦與纏繞風險越高。就這樣，機器人越過此前探針抵達的位置，第一次把燈光帶入這片只有數字存在過的空間。9月27日，深度讀數最終停在湖面以下404米。加上水面之上的69.5米乾燥深坑，赫拉尼采深淵當時的已確認總深度達到473.5米，它由此超過意大利梅羅井的392米記錄，成為世界已確認最深的淹水洞穴。但機器人還沒有看到洞底，畫面下方水體仍在繼續。任務停止是因為可用纜線與導引系統已經達到極限。這次任務對於赫拉尼采深淵顯然是里程碑式的壯舉，但留下的仍只是沿一條路線傳回的局部畫面。洞穴究竟有多寬？岩壁如何轉折？深處是否還存在分支？大部分空間依然沒有地圖。6年後，一台專門為黑暗水域測繪而設計的機器人被送入赫拉尼采深淵。2022年8月 ，Onyxman 地質機器人公司與捷克洞穴團隊展開聯合任務。這次任務的最初目標本是對上部約200米洞穴進行高精度3維測繪，同時採集水文和地球化學數據。但完成既定區域後，人們決定讓機器人繼續向下。機器人依靠聲納慣性導航和機載傳感器，在完全封閉的水體中判斷位置。聲納脈衝從機身向外擴散，回波碰到岩壁，再返回接收器。當成千上万的距離數據不斷疊加，原本不存在於人類視野中的岩壁開始以點雲的形式浮現，散亂的光點逐漸連接成井筒轉折和巨大的水下通道。這次機器人成功越過2016年的404米記錄，繼續下降，最終測繪深度推進到湖面以下約450.6米。赫拉尼采深淵的確認總深度由此進入約520米級，但3維地圖的終端還是沒有出現封閉的洞底。聲納顯示，機器人前方仍是一條大斷面通道，繼續伸向更深處。這次機器人停下，依舊不是因為洞穴結束，
而是因為它已經逼近500米級的設計深度與安全回收邊界。這個深淵究竟有多深？它或許不僅是最深水岩洞穴，還可能是地球最深洞穴。自此，地質學家終於不再保守，他們懷疑真正的終點可能遠遠在機器人下方。這種懷疑不是憑空的盲目自信，而是來自地表之下，是赫拉尼采深淵的岩石對電流、重力和地震波做出的回應。2020年，一支地球物理研究團隊圍繞赫拉尼采深淵展開探測。他們不再試圖把設備送進洞穴，而是從地表掃描整片地下岩體，用電阻率層析尋找水體與破碎岩層，重力測量尋找密度異常，大地電磁與地震方法則試圖穿透覆蓋在石灰岩上方的年輕沉積物。多組數據疊加後，一個遠超機器人測繪範圍的異常結構出現了。研究者提出，赫拉尼采深淵向地表以下延伸接近1000米，這幾乎是機器人所達總深度記錄的2倍。但這項研究帶來的衝擊還不只是深度。赫拉尼采深淵為什麼這麼深？長期以來，地質學家認為，赫拉尼采深淵的形成並非典型喀斯特地貌自上而下的雨水侵蝕形成的。它之所以如此深邃，並表現出異於其他洞穴的詭異特質，是由於深部富含二氧化碳的溫礦水岩斷層上升，從下向上溶解石灰岩，最終掏空岩體，引發頂部塌陷形成的深淵。也就是說，其水體富含的大量二氧化碳，同樣是來自更深地層而非空氣。它們沿着同一套斷裂和裂隙重新向上介入泥盆及石灰岩。在這種解釋中，赫拉尼采深淵是地下力量撕開的裂口。換言之，我們今天看到的深淵可能不是一次形成，而是古岩溶沉積掩埋、斷層活動與深部水循環上下接力共同留下的多階段遺跡。這正是赫拉尼采深淵的可怕。人類探針潛水機器人和聲納都已經接連抵達極限之後，它仍然沒有交出洞底和關於它的全部答案。在這片平靜湖水下方，真正可以繼續下潛的，或許只剩下我們對地球內部未知空間的想象。